穿到这个年代来之前，她从来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会拥有一个这么好的老公，简直符合她曾经所有的幻想。江庆深情地望着她，直接凑了上去吻住了她的嘴唇。傅少铎一开始愣了下，但很快被动变主动，反手抱住了她，两人吻到最后，呼吸全都乱了。终于结束时，傅少铎平复了一下呼吸，下床离开了屋子。江庆当然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再继续下去两个人就把持不住了。看来最近我们两人不能继续住在一起，否则傅少铎也太难受了，我也同样难受。江庆躺在床上，清醒的不得了，一直等到傅少铎回来，他都没有睡着。明天你留在家里住，我回我家住，结婚前咱俩先不要住在一起了，好不？为什么？风俗啊，我妈说的，结婚前得分开住。好吧，明天买完东西我送你回去。也没有很久，10天后咱们很快又能在一起了。10天那么久？10天一晃就过去了。江庆安慰道，其实自己心里也觉得分开的太久，好不舍得。第二天他们起来时，两人困得不行，主要是前一天晚上两人都睡不着，江庆都不知道自己是啥时候迷糊着的。他们来到客厅，要是中午傅山还不回来，要去厂里问问。还是我抽空去一趟吧。别了，你带着小庆去买东西，我反正也没啥事。小姑子可真不省心，一个姑娘家大晚上的不回来，多让家里人担心。吃过早饭，傅少铎找朋友拿到布票后，和江庆坐上公交去了百货大楼，把一切该买的买好。傅少铎送江庆回江家。等傅少铎离开后，江庆找到詹玉敏，想要些工业券。妈，就算你借我的，等以后我再还你。说的叫什么话？跟自己妈还这么客气？你的嫁妆我早就准备好了，本来以为领了证就能办婚礼，谁成想小傅直接去了东北，你也跟着过去，婚礼都来不及办。说完，他领着江庆去看准备的嫁妆。这么多东西，我也带不走啊。傻孩子，谁让你带到东北去？这些回头都要拿到傅家的，你们的家在京市，以后早晚要回来的，到时候就能用上了。能不能回京市，江庆不知道，不过这些东西倒是可以放在傅家，不用累死累活的带回东北，那就还好。詹玉敏拿出一沓工业券，这些你看够不够？不够妈再找你哥他们要。这些足够了，妈，你可别再找我哥他们。找他们怎么了？就你这么一个妹妹，结婚还不出点力？妈，我哥他们都结婚了，你也得照顾到嫂子们的情绪。你嫂子们也是咱们老江家人，当然听我这个婆婆的。江庆无语了，詹玉敏如果不是他妈，从旁观者的角度来说，这就是个恶婆婆。反正不想麻烦他们，妈你答应就行了。这孩子胳膊肘往外拐。江庆没理他，出了门，直奔百货大楼，把先前看中的那块男士手表买了下来，放进空间，打算到时候给傅少铎一个惊喜。这天晚上，等晚饭准备好，一家三口坐下来准备吃饭。老三两口子怎么还不回来？下班前老三过来给我说，要带魏彤去看电影，晚上不回来吃饭了。看电影？这两人过得可真潇洒，说什么老三带魏彤去，我看是魏彤想看，挑唆着老三去的。人家小两口看场电影怎么了？还不能让他们下班有点休息时间？哼，就是魏彤不想回家，不想回来倒是自己有本事出去住啊，又不是我们求着他们住一起的。江丽摇摇头，没再说话。江庆默默地听着詹玉敏抱怨，一番话听下来，江庆感觉詹玉敏对三哥两口子意见不小，尤其是三嫂魏彤。晚上过了8点，江德亮和魏彤才回家。江庆从卫生间洗漱出来时，看到的就是三哥三嫂挨批的场景。小庆好不容易从东北回来，在家里待不了几天，你们不多陪陪他，天天往外面跑，有你们这么做哥嫂的吗？小庆，过来。詹玉敏一声令下，江庆满心不情愿地挪过去。啥事啊？我困了，想回去睡觉。困了呀？那快回去睡吧，要不明天没精神。江庆正准备溜走，小庆你再等几分钟。江庆心头顿时有了不好的预感。小庆初8的婚礼，你们做哥嫂的，是不是该表现表现？也不用多，你们两口子出100块钱，5张工业券，给小庆当嫁妆。没问。江德亮刚要应下来，就被魏彤狠狠地撞了一下。妈，我和德亮1个月就那点工资，自己花都勉强，实在没有余钱。没有余钱？詹玉敏顿时来气了。有钱去看电影，没钱给你们小妹出嫁妆。你们晚上没在家吃饭，去哪儿吃的？下馆子了吧？有钱下馆子，没钱给小妹，真有脸说。被婆婆一顿数落，魏彤一句话都不敢再说。你们两个太不像话了，吃住在家里，我和你爸都不要你们出生活费，谁想你们只顾着自己潇洒，不管家里人死活。我不管你们有没有钱，有多少钱，反正刚才说的这个数必须拿出来，还有工业券1张都不能少，否则赶紧给我滚出去，一天都不想看到你们。江德亮大气不敢喘，低着头不吭声。魏彤比他好不到哪去，脸色难看极了。行了，少说2句，他们小两口有自己的难处。江丽看着江德亮和魏彤，再有难处，给妹妹的1分不能少，
听见了吗？江德亮重重点了头。知道了，我会把钱和工业券都准备好。小妹结婚是大事，我们做哥嫂的必定要出点力。这就对了，别以为我只要你们出钱合票，你大哥二哥一样要拿这么多。我可是一碗水端平，不偏不倚。明天把钱和票都拿来，我还要给小庆添置点东西。魏彤实在忍不住，小声嘀咕：小妹给家里做啥了？光让我们给她付出。别说了，江德亮那么老实的性子，这会儿都忍不住训了媳妇一句。他妈妈有3个儿子，只有他一个女儿，妈妈却独宠他一人，让3个哥哥砸锅卖铁给妹妹凑嫁。他嫂子看不下去了：小妹给家里做啥了？光让我们给她付出。别说了，江德亮那么老实的性子，这会儿都忍不住训了媳妇一句：三嫂，我前天才带回来的东西也给了你一份，你是不是太健忘？那份东西多少钱？我本来是不想说的，因为觉得都是一家人，没必要算得这么清楚。我就是看到好东西，想给哥嫂们分享，才带回来那么多，而且样样都是好东西，好些拿票都买不到，给你的那一兜子100块都不止了，你好意思说我啥也不付出？魏彤被他说得异常难堪。谁出门不给家里人带点东西，你这也能算？江庆这会儿一句话都不想说了。魏彤听明白了他的话，也明白刚才自己那句话说错了，却死不悔改。这个三嫂果然如我感觉的那样，人品稀烂。江庆连理都不想理他了，他不说话，詹玉敏自然要替他出头。你说的这叫什么话？你妹妹给你们带那么贵的东西，就换来这，简直是白眼狼。魏彤还想要说什么，江德亮抢先开了口：少说2句吧，赶紧回去。他强拉着魏彤回了自己房间，屋里终于安静下来。江庆走到詹玉敏旁边：妈，别生气了，为那种人气坏身体，不值当。还是你贴心，你3个哥哥都是白眼狼，有了媳妇忘了娘，我的命好苦啊。这顺杆爬的功力也太强了。爸妈，我太困了，去睡觉了。江庆麻溜地回了房间，终于躺下来。还是在傅家轻松一些呀。傅家虽然也有一个傅山不待见我，可毕竟只有那么一个，不像这里要应付3个嫂子，还有一个妈。江庆静静地在床上躺了半天，一点睡意都没有。刚到京市那天晚上，和傅少铎睡在一张床上，江庆还很不习惯。这才过去2宿，他独自躺在床上，竟然觉得空落落的，身边少了个人，连觉都睡不着。也不知道这个时间傅少铎在做什么，是不是也躺下睡觉了？要是有手机就好了，2个人能发个微信啥的，即使不在一起也能说说话。这个年代联络太不方便了。江庆从来没这么想念过傅少铎。这天晚上他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睡着的，一晚上梦里都是傅少铎的身影。早上，詹玉敏在叫他：快点起来，一会儿你婆婆要来了。刚才还萎靡不振的江庆听见这话顿时支棱起来。对呀，一会儿傅少铎会带着婆婆过来，跟詹玉敏商量婚礼事宜。江庆快速起床来到客厅，詹玉敏坐在他对面看向江庆：小庆呀，你3嫂昨晚太不像话了，当初我就没看上她，是你3哥相中了非要娶，早知今日，我那时候就该死活不同意，等过阵子我一定要把他俩撵出去，别跟我们住在一起，看着就心烦。我妈这个砍1晚上了还没过去呢。妈，你也不用非把他们撵出去，放眼皮子底下才能看住了。魏彤那个人有太多不稳定因素，真撵出去不一定做什么幺蛾子，还是放在身边的好。也不知道詹玉敏听没进去，反正后面他没再提这事。这时门口传来了敲门声，詹玉敏过去开门。很快江庆听到了令他思念已久的男声，他连忙过去，便见傅少铎往这边走过来，他来不及刹住，一头撞进他的怀里。傅少铎双手接住了他，江庆扑在傅少铎怀里不敢出来，仰着头看他。傅少铎强忍住想吻他的冲动，松开手和他拉开距离。妈他们都在看咱们。他压低声音在他耳边说，低沉磁性的嗓音掠过，引得江庆耳廓一阵酥麻。他乖乖地跟在傅少铎身边，随他走到客厅沙发处坐了下来。詹玉敏和父母已经坐在那里说婚礼的一些事宜。说到菜品那里，江庆把自己列的单子拿了出来。你们看看，那天做这几样菜行不行？父母扫了一遍单子，没有啥意见。詹玉敏一看是女儿自己订的菜色，自然双手赞成。他看着单子，嘴里不住地夸：这些菜材料没有重样的，整10个，寓意十全十美。我家小庆一向这么周到，非常好。菜品定好，其他一些琐碎的事商量完也定了下来。中午，詹玉敏留父母和傅少铎在家里吃饭，詹玉敏和父母去厨房做菜。江庆终于有机会和傅少铎独处，他拽着他进了自己的房间，一进门就扑进了傅少铎怀里，把头埋在他胸前。昨天晚上没有我陪你，想不想我啊？傅少铎没说话，低头吻住了他的嘴唇，两瓣温热柔软的唇辗转拧拉着，不断深入。他直接用行动证明了他有多想他。吻到后面，江庆腿都软了，整个身体挂在傅少铎的臂弯里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傅少铎终于放开了他，江庆脸憋得通红，喘不过气来。傅少铎也同样气息紊乱，他低头看他，
忍不住又凑过去轻啄了一下。过了好一会儿，江庆脸上的潮红才褪去。对了，小山怎么样？他回家了吗？妈去厂里找过他，他说最近不回家，要住在宿舍。咱们的婚礼他也不参加了。我打算晚上去找他，她是我唯一的妹妹。咱们的婚礼，我还是希望她能在场。你好好劝劝他。我试试。傅少铎说了这么一句，没再继续提傅山。这天晚上，江德亮和魏彤下了班一起回到家。妈，我和德亮是真没多少积蓄，这些钱是我俩和车间的人东凑西凑出来的，工业券也都是借的，只有3张，实在凑不齐5张。2张工业券都凑不出来。我和德亮都是普通工人，上哪能借着那么多工业券？这3张都是很不容易借来的，我们又不像大哥二哥。詹玉敏把手一挥，把他后面的话给挡了回去。詹玉敏最烦三儿媳动不动就拿自家和老大老二家做比较。当年赶上了最后一次高考，谁叫你们自己不争气没考上，现在只能在厂里当工人，怪谁？啥事都能拿出来说，自怨自艾的，我可真不爱听。魏彤看出来婆婆脸色不好，赶紧走了，生怕留下来被婆婆再数落一顿。